有这么一家公司，创始人是硅谷公认最激进的反华鹰派。他公开说过，向中国出口芯片就像给恐怖分子递核按钮。这家公司不光拒绝中国客户，封中国 IP， 连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都不放过。在他们的服务条款里，中国不叫中国，叫敌对国家。按理说这种公司早就该被骂烂了，对吧？但现实就是这么魔幻，无数中国人还在想方设法给他们送钱。闲鱼、淘宝上，他们交的账号是硬通货。程序员的交流群里天天聊怎么搞虚拟信用卡，怎么接国外的验证码，就为了让人家收下自己20刀甚至200刀美元的月费。更离谱的是，国内有好几家顶尖大厂私底下都在偷偷用他们的模型写代码。这家公司叫 Anthropic， 就是做 Cloud 的那个。为什么？明明恨得牙痒痒，还这么上头？因为他们手里有个东西，目前在这个星球上真的没有替代品，是实打实的顶级生产力工具。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让中国开发者又爱又恨的怪胎，不是什么简单的商业故事啊，这里头有物理学信仰，有地缘政治博弈，还有顶级技术的诱惑。而且你可能不知道，这家现在视中国为洪水猛兽的公司，它的技术灵魂其实诞生在10年前的百度。百度的幽灵。2014年，Dario Amodei 还不是什么 AI 大佬，他那会儿刚从普林斯顿大学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是用物理方程描述大脑神经元的集体行为。他是一个标准的理科生，脑子里装的是热力学，不是代码。那时候 AI 圈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吴恩达，很多人的机器学习启蒙老师，决定加入百度，在硅谷搞了个全明星实验室，叫 Cell，Dario 就在里面。他参与了一个叫 Deep Speech 2的项目，这项目在当时挺另类的。以前做语音识别，你得精细设计各种模块，音素检测、声学模型、语言模型，像用乐高搭城堡一样。但百度团队的思路是，模块不要了，直接搞一个巨大的端到端神经网络，把几千小时的英语和普通话录音一股脑灌进去，用当时最猛的高性能计算技术来训练。然后 Dario 看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现象，算力加上去，数据加上去，模型的错误率就会像一条完美的物理曲线一样往下掉，不需要什么天才的算法，不需要什么灵光一现，就是大力出奇迹。这个就是后来被叫做 Scaling Law 的雏形，现在所有 AI 模型的基石。那一刻 Dario 悟了，智能这玩意儿本质上是个物理现象，算力堆够了，奇迹自己会涌现出来。这个信念后来支撑着他做 GPT-3， 支撑着他创立 Anthropic。 但是百度给他的不只是技术启蒙，还有恐惧。Sveo 虽然在美国，但毕竟是中国公司的实验室。Dario 亲眼看着北京总部和硅谷文化之间的剧烈摩擦，管理层的指令，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对技术控制权的争夺，最后把这个梦之队搞散了。这段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根刺，我们不知道他在百度具体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但这大概就是他后来把 AI 安全当成头等大事，同时对中国态度这么强硬的心理根源。和 OpenAI 决裂。离开百度后，Dario 去了谷歌，然后被挖到了 OpenAI。接下来几年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他把在百度悟出的大力出奇迹带了过去，主导了 GPT-2 和 GPT-3 的开发，是把 OpenAI 推上神坛的关键人物。但到了2019年，味道变了。OpenAI 缺钱，训练 GPT-4 要花天文数字。Sam Altman 找来微软，拿了10亿美金，代价呢？不光是股权，微软拿走了 GPT-3 的独家授权。OpenAI 开始越来越像一家普通的商业软件公司。Dario 有个妹妹叫 Daniela， 当时是 OpenAI 的安全副总裁。OpenAI 管理层的一系列决策让兄妹俩感到紧张，他们担心的不只是 AI 会骂人或者有偏见，而是更本质的东西。2020年底， Dario 写了一份语气很重的内部备忘录，直接用极其不足来形容 OpenAI 的安全措施。这里的安全不只是 AI 安全，还包括国家安全。他当时就警告说，如果外国势力想偷 OpenAI 的模型权重，简直易如反掌。他觉得 Sam Altman 为了赶进度，正在把核按钮裸露在外面。2020年12月，一场内部斗争失败了， Dario 兄妹俩决定走人，而且不是一个人走，是带走了一个团，其中包括提出 Scaling Law 的联合作者。这帮人被叫做熊猫帮，因为 Dario 特别喜欢熊猫。这群熊猫带走的是 OpenAI 最核心的大脑。Anthropic 就这么成立了。当时有很多人笑话他们，说这不过是一群被吓破胆的科学家搞的小作坊，太敏感了，做不出好产品的，谁打得过微软加 OpenAI？ 说实话，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到后来我们都被打脸了。不只是安全，更是赚钱机器。Anthropic 做了几件非常聪明的事。第一，他们只要钱不要命。
他们需要几十亿美元买显卡，但绝不想再造一个微软那样的爹。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叫做长期利益信托的怪物架构。亚马逊投资了40亿，谷歌投资了20亿，一共60亿美金。换别的公司，投资人早就进董事会指手画脚了。但在 Anthropic 门都没有，这些巨头没有董事会席位，真正的控制权在一个由5个财务无关的独立受托人组成的信托手里。他们的唯一任务是确保 Dario 不会为了赚钱把世界搞坏，让资本家掏钱，然后让他们闭嘴。这在商业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观了。第二，宪法 AI。OpenAI 用 RLHF 训练模型，就是雇一堆肯尼亚或菲律宾的标注员给 AI 的回答打分，但这种做法有局限性，又慢又不稳定。Anthropic 的思路是去掉人工，他们选择给模型一套明确的原则，他们叫宪法，让模型自己照着提前限定好的原则训练自己，给自己打分。听起来很玄，对吧？但在 B 端市场，这可是大杀器。企业客户、银行、医院、律所，他们不需要一个会写诗但偶尔会发疯的 AI， 他们要的是听话、可控、合规。Anthropic 的模型因为这套宪法变得特别稳定、守规矩，这反而成了核心的卖点。第三 ，Artifacts。2024年年中 ，Anthropic 甩出了 Artifacts 功能。在这之前，你用 ChatGPT 写代码，它给你吐一堆文本，你得复制、粘贴、运行、报错、再复制。Artifacts 直接在侧边栏给你生成一个独立窗口，代码在里面跑，图表在里面画，文档在里面排版。这一下把 Cloud 从聊天机器人变成了工作台，也就是这一招让全球程序员集体打歌。2025年，你去旧金山随便找一家咖啡馆看一眼，屏幕上跑代码的十有八九用的就是 Cloud。结果呢，2025年初 Anthropic 年收入刚刚10亿，到了8月已经突破了50亿美元。8个月翻5倍，这不是什么慢吞吞的研究机构，这是一台光速运转的印钞机。乖孩子露出獠牙。如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那就是个标准的硅谷励志故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家公司的性质彻底变了。随着公司越来越强 ，Dario 也不再掩饰他的地缘政治立场，他不再只是那个担心人类存亡的物理学家了，他开始变得像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那样思考问题。第一件事，姚舜宇辞职。姚舜宇是 Cloud 3.7 和 Cloud 4的核心研发人员，技术大牛。2025年9月，他突然在博客上宣布辞职，原因是 Anthropic 更新了服务条款，在那份法律文件里 Anthropic 用了敌对国家来指代中国。新政策特别狠，不光封中国 IP， 还规定任何中国公司控股超过 50% 的海外子公司，哪怕注册在新加坡、美国，一律封杀 API。TikTok、阿里海外版全在黑名单上。姚舜宇在博客里写道，把他的祖国标签化为敌人，在技术上搞种族歧视，是他离开的主要原因。这件事在硅谷的华人圈引发了地震， Anthropic 那个仁慈的面具碎了一地。第二件事，幽灵攻击报告。姚舜宇走后2个月，2025年11月 Anthropic 发布了一份重磅安全报告，声称自家的 Cloud Code 工具被黑客利用，借助 AI 的 agent 能力，自动化的对全球30多个目标，包括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进行了渗透测试。Anthropic 说得很直白，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确认的由 AI 代理自主执行的大规模国家级网络攻击。这件事是不是自导自演的，我们不知道。但 Dario 开始拿着这份报告疯狂游说美国国会，逻辑很清楚 ：AI 就是武器，模型权重必须最高级别的加密，绝不能让敌对国家拿到最先进的模型。第三件事，数据中心里的天才国家。Dario 在博客里提了一个概念，如果你有几百万颗芯片，训练出来的 AI 就像1亿个诺贝尔奖得主被关在一个机房里，机房在美国，人类之光，机房在别的国家，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达沃斯说出卖显卡等于向朝鲜卖核武器那句话，在他眼里这已经不是商业竞争了，是生存游戏。但问题来了，创始人这么敌视中国，为什么中国开发者还在想方设法买他们的产品？答案很简单， Cloud 是真的好用。2024到2025年的各种基准测试里， Cloud 3.5 Sonnet 和后来的 Cloud 4.5 在编程能力上是吊打 GPT-4 的，写出来的代码 bug 少，逻辑清晰，注释完美。对于每天要写几百行代码的大厂员工来说，这就是救命的东西。哪怕冒着被封号、被黑钱的风险，也得买账号，因为生产力的提升是实打实的。你讨厌百度，我对他们也不感冒，我们是一伙的呀，大佬，别老封我号行吗？时间到了2026年，就在不久前 Anthropic 发布了全新的宪法，这次不再是几条阿西莫夫定律，而是一份84页23000字的巨型文档，里面甚至有一份叫灵魂文档的指令集。他们想把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某种特定的性格硬编码进 AI 的灵魂深处。同时发布的 CloudOps 4.5
已经不是简单的问答机器了，它能像博士生一样花几个小时读文献、写代码、调试，最后给你一份完美的报告。但这个博士生只效忠于美国及其盟友。Anthropic 的故事其实就是这10年 AI 发展的缩影，从最初的技术理想主义，到资本疯狂介入，再到最后无可避免地卷进地缘政治的漩涡。Dario Amodei 这个当年在百度找答案的物理学家，现在站到了百度的对立面，站到了中国科技界的对立面。他用在中国悟出的 Scaling Laws 建了一座堡垒，想把中国挡在墙外。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分裂的未来。互联网曾经是连通的，但 AI 正在让它变成孤岛。Anthropic 赢了吗？商业上赢麻了，1800亿美金估值摆在那儿，但造福全人类这个最初的愿景呢？那个全人类的定义好像越来越窄了。这就是 Anthropic， 聪明、强大、安全，但他手里的剑已经指向了特定的方向。这是一家伟大的技术公司，也是一家对我们充满敌意的公司。用还是不用？学还是不学？这大概是每个中国 AI 从业者未来10年都绕不开的问题。好了，我是老金，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再见。